最近留学圈出了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大新闻，在中国横行霸道，开办了整整36年的雅思考试，破天荒的迎来了历史性的降价。不仅是雅思低下了高昂的头，他的死对头就是那个把无数中国学生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托福考试，也跟着搞起了极其卑微的大改革。怎么改的？考试时间直接给你砍掉了将近一半。更夸张的是托福呢还推出了所谓的自适应难度模式。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你前面的题目错的太多了，这系统生怕你考崩溃了，后面的题目就会自动变简单，生怕你下次不来考了。大家回想一下，以前咱们考雅思托福是什么待遇交着2000多块钱高价报名费，抢考位还得定闹钟找黄牛，考场纪律严得像防贼，官方的态度那叫一个高高在上什么爱考不考，不考拉倒，反正想出国的人排着队呢。怎么现在那些曾经鼻孔朝天的考试机构突然开始降价促销，放宽标准，讨好考生了？难道是资本家突然良心发现了？别天真了资本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良心二字。他们之所以放下身段，是因为他们惊恐的发现韭菜不够割了。不仅仅是考试机构在瑟瑟发抖，整条留学产业链从几十万的中介保录，到天价的语言培训班，再到疯狂涨学费的海外高校，全都撑不住以往的高价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场留学圈大地震背后的底层逻辑。花几百万供孩子出国镀金，到底是一场稳赚不赔的投资，还是中产家庭最大的财富粉碎机？那要看懂雅思托福为什么慌了咱们先来看一组极其直观也极其打脸的数据在很多人固有的观念里一提到留学，那默认就是去英美澳加这4大金刚一年花个70-80万，名校光环加身，那才叫留学那才够有面子，对吧？但现在的数据是怎么教做人的？2019年中国去美国留学的人数达到了巅峰的37万人，但是到了去年，这个数字直接断崖式下跌，跌到了27万人，整整蒸发了10万人而且是连续4年持续阴跌。这10万人去哪儿了是不出国了吗？不是他们是学聪明了开始用脚投票了。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咱们身边的小透明马来西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数量在1年之内直接狂飙了25%以上。中国香港那边更夸张，为了抢夺内地生源直接把非本地学生的录取上限从原来的20%翻倍提升到了40%甚至连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非英语国家也坐不住了纷纷开设了成千上万个全英语授课的专业，主动向中国学生抛出了橄榄枝，学费便宜的令人发指，甚至干脆免学费了。各位看明白这个趋势了吗？以前大家留学是闭眼砸钱买面子，现在大家留学是拿着计算器算性价比。当英国的大学把1年制硕士的学费涨到了30万人民币连带住宿费、生活费1年直奔60万当美国的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逼近100万大关的时候，那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终于从那场名校迷梦中醒过来了他们突然发现去香港离家又近，排名也高，文化认同度强，去马来西亚学费只要英美的一个零头，同样能拿到国际认可的文凭去欧洲大陆呢，不仅能学一门小语种还能享受到极高的工业教育质量。当消费者变得极度理性、极度清醒的时候，上游那些躺着赚钱的英美大学和语言考试机构怎么可能不慌雅思降价、托福改革根本不是什么恩赐这是被残酷的市场规律给倒逼出来的保命之举。你不放下身段，市场分分钟教你做人。那为什么以前家长哪怕是砸锅卖铁卖掉北上广一套房子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因为在过去的20-30年里这个留学呢，它是被看作为一门稳赚不赔的买卖那个时候海归这2个字那可是金字招牌自带无敌的光环。只要你能在护照上盖几个海关的戳，回国之后这企业不仅抢着要你，还愿意为你支付高昂的学历溢价。同样的岗位，国内毕业生拿5000，留学生就能拿1万。家长愿意投钱，孩子能赚回高薪，海外高校年年涨价，数钱数到手抽筋这就形成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商业闭环。
但就在这2年啊，啪的一下，这个完美闭环啊彻底断裂了。咱们来算一笔非常残忍但是极其真实的经济账啊。现在的中产家庭，如果送孩子去美国啊读个商科或者是传媒类的硕士，2年下来，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再加上各种语言培训啦、中介包装费啦，保守估计得准备个200万人民币。如果去纽约、伦敦这种高消费城市啊，这个钱还得往上加。那好，孩子顶着名校的光环花了200万，终于毕业回国了，满怀信心的西装革履走进了 CBD， 把精美的英文简历递给了 HR， 期待着年薪50万起步的精英生活。结果呢 ，HR 微微一笑，开出一个让人倒吸口凉气的数字：底薪8000，加上绩效，5险1金，按最低基数交，不包吃住，接受996吗？各位，花200万出去读个书，回来1个月赚8000，咱们用小学的数学算一下，不吃不喝不交房租，需要整整250个月，也就是20年，你才能把这200万的留学本金给赚回来。甚至200万，如果你不拿去留学你直接存在银行里买个大额存单，1年的利息都比孩子辛辛苦苦打工赚的工资高。这就是现在无数中产家庭面临的终极噩梦，成本在疯狂的飙升，而收益却在自由落体，投入产出比已经彻底崩盘了。很多家长和留学生到此都不明白我这可是花了真金白银去了世界 QS 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拿回来文凭怎么在 HR 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啦？咱们来看看现在国内企业的 HR它到底是怎么筛选简历的。那以前信息不发达，这 HR 看到英文毕业生就觉得哇，高端人才。但是现在呢，现在的 HR 比猴子精，他们太清楚海外高校那些割韭菜的套路了。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的硬核理工科博士那依然是强手货那叫顶尖人才。但是对于那些花了重金去英国、澳洲读个1年制授课型硕士专业还是什么传媒、管理、教育、市场营销的学生，HR 在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极其刻薄的标签水硕。HR 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且残酷。同样一个初级运营或者管培生的岗位，我知道一个国内985、211大学毕业的学生，人家是当年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杀出来的狠角色，抗压能力又强，对国内市场的玩法门清，期望薪资还合理，指哪打哪。我凭什么花更高的价钱去招一个花几百万在国外水了1年，连 Excel 函数都用不明白，对国内社交媒体生态一窍不通，还整天端着个金架子闲这闲那的海归？现在的企业已经不看重那些虚头巴脑的海外文凭了，他们只看重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为公司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给公司带来真金白银的价值。企业可不是慈善机构老板也不是你爹妈，没人愿意为一张用钱就能买到的批量生产的水硕文凭再支付任何1分钱的溢价。当最下游的企业终端不再为海归的文凭买单，当最核心的家庭金主开始捂紧钱袋子算账，夹在中间的整条留学产业链直接迎来了雪崩。你看现在市面上那些留学中介前几年推出一个什么常春藤保路套餐、G5名校直通车，敢开口跟家长要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中介费，那家长是不仅乖乖掏钱还得托关系请中介吃饭。现在呢，无数留学中介破产倒闭，顾问们天天在朋友圈发广告打折，什么零中介费申请、巨鹿全额退款，姿态低到尘埃里再看那些做背景提升的、代写文书的、搞各种水货夏令营的机构，全都在这波寒冬中瑟瑟发抖因为家长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用几十万包装出来的所谓综合素质根本经不起社会毒打哪怕1秒钟的检验。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问题这是整个留学市场的底层逻辑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所有的泡沫都在被挤压，所有的智商税都在被清算。雅思降价和托福的妥协仅仅是这场大雪崩里飘落第一片雪花而已。其实吧，天下父母心谁不想给孩子铺一条平坦的金光大道呢？过去这10几年，很多中产家长习惯了按照一种固定的经营模式去培养孩子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按照这个通关秘籍走，只要肯砸钱就能给孩子换来一生的体面和安稳。
但是大环境已经彻底洗牌了呀，现实给大家狠狠的上了一课。靠着海归标签就能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立足拿高薪的时代，已经像恐龙一样灭绝了呀！在这个只认实力不认头衔的残酷年代，如果你培养出来的孩子只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除了拿着父母的钱去交昂贵的学费，什么生存技能都没有，那么送他出国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很多家长送孩子出国，其实呢是为了缓解自身的焦虑，是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有一份可以炫耀的谈资。但是虚荣心在这个经济周期里是最昂贵也是最无用的奢侈品。雅思降价的背后，其实是一整个时代的落幕，旧的航海图已经找不到新的大陆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